韩国妄图加入 G7，组成八国集团，并幻想取代联合国。韩国想当美国的太子，日本第一个不答应。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严树军，欢迎收看严树军论评。今天呢，说点有意思的。随着又一年的 G7 峰会结束，韩国那颗想要加入 G7的心又开始蠢蠢欲动了。日前，韩国驻日大使伊德敏公开主张，认为韩国已经具备加入 G7的条件，韩国非常想要加入，与其他成员国组成 G8。同时，伊德敏还隔空向日本喊话，声称韩国加入 G7最大的障碍是日本。如果韩国能得到日本的支持，那事情就简单多了。G8指日可待。可能有观众认为，韩国这就是在哗众取宠，当跳梁小丑。但是韩国对加入 G7这件事恐怕是认真的，而且相当执着。G8其实过去也存在过，当时还有一个成员国是俄罗斯。后来因为2014年发生了克里米亚危机，美国与俄罗斯撕破了脸，俄罗斯就此被开除了。而也是这个时候，韩国人燃起了 G8梦，甚至萌生出了 G8取代联合国来主导国际事务。韩国有了一飞冲天的幻想。而且事实上，随着韩国连续3年以国家观察员的身份参加 G7峰会后，韩国已经是打心里对自己产生了错误的身份认同。韩国执政党的原话是这么说的：韩国在心理层面已跻身 G8之列。然后韩国媒体为了佐证 G8，还列出了5大理由。首先，韩国的军事力量世界第6，如果不算核力量的话，韩国比法国还厉害。其次，韩国全球出口市场比法国、英国等国家都要大很多。再者，韩国经济增长高于 G7均值。第四，韩国的科技创新能力在半导体领域的发展远超出美国以外的其他成员国。最后，韩国首都首尔是全世界最有魅力的城市之一，吊打柏林、米兰、多伦多等一众著名都市。看看韩国列出的这些点，要不我前面怎么说韩国是认真的呢？韩国绝不是哗众取宠，而是打心眼里认为自己有这个实力，也有资格加入 G7。但韩国驻日大使也说了很现实的问题：日本绝对是韩国加入 G7的最大阻碍。虽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正面回应，称日本不反对韩国加入 G7，但实际上这么多年，日本从来没有高看过韩国一眼，并对韩国妄图加入 G7的想法嗤之以鼻。相比德国、法国、韩国，如果正式提出要加入 G7，第一个不答应的绝对是日本。在日本看来，别说 G7了，哪怕是在美日韩体系中，韩国也没办法与日本平起平坐，这点韩国人心里也是清楚的。所以文在寅时期，韩国没少对日本发起舆论战、新闻战，想灭灭日本的威风，好让美国多看自己一眼。日本和韩国就像是后宫的嫔妃的争宠戏码，又或者是双方都想当美国眼中那个被看好的太子。总之就是十分的扭曲。而随着中美博弈的激烈，这种扭曲更加离谱了。尹锡悦政府换了打法，开始讨好日本，甚至就差给日本下跪。现在看来，也是在为了韩国加入 G7铺路啊！开句玩笑话，尹锡悦这又何尝不是卧薪尝胆呢？总而言之，从目前来看，韩国加入 G7是不现实的。G8取代联合国更是无稽之谈。也许10年、8年以后，G7行将就木之际，也就是韩国梦想成真之时了。好，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我们下期见。